有一种沉默，比任何预言都更让人不安。因为当一个习惯开口的人突然选择闭上嘴，你会忍不住去想，他到底看见了什么，才决定不再说。2026年的年中，泰国一位神婆突然宣布，她要封口了，不是暂停，不是休息一阵子，而是被下令闭嘴。她说，这是她最后一次公开开口，之后不会再谈任何预言。而下这道命令的，照她自己的说法，不是泰国政府，不是哪一个宗教团体，而是阴间。她说，阎罗王对她下了封口令，佛陀也警告过她，因为她过去嘴太快，泄露了太多不该说的天机，所以在7月之前，她必须停止一切预言。她甚至说，如果再继续讲下去，会折损自己的寿数，也会替那些听进去又说出口的人招来麻烦。她的语气不像在宣传，反而像在交代后事。其实，泄露天机必遭天谴，这个母题一点都不新鲜。在泰国，灵媒、机身、通灵者本来就是民间信仰里很常见的角色。人们遇到大事，习惯去问一问神明的意思，而说的太多，会被上天收回能力，甚至折损自己。这种说法也不是泰国独有，在华人的传统里，我们讲天机不可泄露。在西方的神话里，有一位叫卡珊德拉的女子，被赋予了预言的能力，却同时被诅咒，说出的真话没有人愿意相信。你会发现，古今中外，人们对预言者的想象几乎都带着同一种张力，一边是渴望知道未来，一边又害怕知道的太多。More Play 这一次的风口，不管是真是假，刚好又踩中了这个流传了几千年的老母题。理解了这一点，你再看他说的每一句话，心里就会多一把尺，先把最重要的一句话讲在最前面。这是他本人透过影片说出来的说法，不是任何机构认证的事实。一个活人说他被阴间下令封口，这件事本身无法查证，我们只能把它当成他的自述来听。但真正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他在封口之前并没有安安静静的离开，他留下了7条预言，全部指向2026年的下半年。而其中的第1条，关于海底巨响，已经有人开始说，对应的事件好像真的出现了。这个人叫 More Play。 要判断这7条到底值不值得认真看，我们得先弄清楚他是谁。为什么一个泰国神婆的封口会让整个华语圈的社群在短短几天之内就热闹起来，连台湾的讨论区、家庭群组都在转发他的影片。 More Play 在泰国并不是无名之辈，他真正在国际上爆红是因为一场地震。2025年3月28日，缅甸中部发生规模 7.7 的强震，震央就在第2大城曼德勒的附近。这场地震的威力远远越过了国界数百公里之外的泰国首都曼谷，一栋正在兴建、楼高33层的大楼，在众目睽睽之下整栋垮了下来，造成29人罹难，还有不少人被埋在瓦砾底下。而在震前的几个月， More Play 就公开讲过，2025年上半年会有大地震，地点指向缅甸，时间落在3月到4月，还说曼谷会受到牵连，会有建筑物倒塌。地震发生之后，这段旧预言被翻了出来，泰国和华语圈的网友都被吓到了。这是他从泰国本地一路红到海外的关键一役，也是他这一轮声量真正的起点。那一次的缅甸地震，他到底说对了多少？其实也值得我们仔细的分一分。他讲对了大方向，时间落在上半年，地点指向缅甸，还提到了曼谷会受到波及。这在事后看，确实抓到了几个关键。但如果你去比对更细的内容，会发现里面同样掺着不少含糊的事后才被人对上的描述。这正是评价一个预言的时候最需要耐心的地方。我们既不必因为他说中了一次就把他整个人捧成神，也不必因为他有好几条没准就把他全盘否定。把命中的、含糊的还有彻底落空的分成3堆，各自去看，才是比较公道也比较清醒的态度。在这之前，关于他的命中记录也一直在民间流传的版本里说，他算中过2011年泰国那场世纪大洪水。那一年，泰国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水患，洪水从北部一路淹到中部，逼近首都曼谷，夺走了数百条人命，经济损失以千亿计，工厂停摆，供应链中断。
整个国家泡在水里好几个月。流传的版本也说，他说中过马来西亚航空 MH370 的离奇失踪。那是2014年3月，一架载住239人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客机在雷达上凭空消失，成为航空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1年多以后，才在印度洋的一座小岛上发现了第一片确认属于他的残骸。还有泰国女星 Tang Mo 离奇坠船身亡的案子也被归到了他的名下。那是2022年2月，这位泰国知名女星跟几个并不熟识的人一起搭游艇出游，却在湄南河上坠水，2天后被寻获遗体，身上还有不明的伤痕，全泰国轰动，成了那一年最受瞩目的悬案。更早的版本还说，他早在2019年就讲过会有一种新的病毒出现，改变全世界人的生活样貌，而隔年新冠疫情就真的爆发，一路影响了全球好几年。这些故事一个接着一个，把他的形象慢慢堆成了一个说什么中什么的神婆。这里特别要说一下那一则2019年的病毒预言，事后看它当然很惊人，因为新冠疫情确实改变了全世界，但如果冷静地想一想，会有新的病毒出现，这句话在任何一年讲几乎都不算错，因为人类跟病毒之间的拉锯从来就没有停过。真正该被记住也真正稀有的是像缅甸地震那样连时间连地点都白纸黑字讲出来的预测。把这2种完全不同等级的命中分开来看，你才不会被一份混在一起的记录牵着鼻子走。这不是要否定它，而是要帮他的记录做一次诚实的分类。而在这次风口之前，他其实已经先发过几轮2026年的警告，那些警告当时就在华语圈引起过讨论。他点明了几个以英文字母代称的地区，像是 JPTI， 提醒大家2026年出游要避开。他还说年终之后要特别小心一场严重的空难，甚至讲到希望这只是他自己做的一场梦。他也提过香港有可能发生地震，或者出现重大的航空事故。这些警告一出来，旅游圈社群上都炸开了锅，有人对号入座，有人半信半疑，也有旅行社私下抱怨生意受影响。这里就要冷静地补上一段，以上这些多半是网络上媒体上流传的整理版本，时间久了经手的人多了，细节会被放大被修饰，命中的部分被反复强调，说错说空的部分被自动忽略。这是几乎所有灵媒与预言家共通的叙事滤镜。而且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连 Moreply 自己都曾经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出面澄清，说他并没有预言过日本富士山会爆发，那是外界穿凿附会加油添醋加上去的。你看，连当事人都得跳出来否认自己被预言的东西，这正好说明了这一类内容在流传的过程里会膨胀到什么程度。所以真正能查证时间点清楚的是缅甸那场地震前的公开示警，其余的我们就用流传说法这4个字先框起来，可以听但不照单全收。一个预言家的可信度不能只看他说中了什么，还要看他说错了说空了多少，而后面这一半的账通常没有人帮他记，你只会看到被截图保存下来的那几次命中，却看不到那些说了之后什么也没发生，于是被悄悄删掉没有人再提起的贴文。这里面其实藏着一个心理学上很经典的机制，当一句预言讲得够模糊，涵盖得够广，我们的大脑会自动去替它找到对应的现实，然后把这也算中那也算中的感觉牢牢记住。就像算命的时候，一句你最近会有贵人相助，但也要小心小人，几乎对每一个人都成立，你却会觉得它怎么那么准。这种现象有人叫它冷读，有人叫它巴纳姆效应。预言之所以让人著迷，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它真的说中了未来，而是因为我们太愿意在事情发生之后回头去替它补上一个解释。事后诸葛人人都会当，难的是在事情还没发生之前就把日期跟数字白纸黑字的钉死。Moreply 的缅甸地震之所以特别，正是因为他那一次罕见地把时间跟地点都讲出来了，而他其余的许多话并没有这样的清晰度。
好，铺垫到这里，接下来就是这一支被称为最后告别作的影片里他留下的7条，我们一条一条摊开，一边转述他的说法，一边对照现实里查得到的事，说法归说法，事实归事实，这2条线我会尽量让他们分开走，不混在一起。第1条，海底巨响。 Moreplay 的说法是2026年真正毁灭性的大战，重点不在大家眼睛都盯着的中东。他说，关键在水底，要注意潜艇的动向，要注意海面之下的声音。他的原话大意是，当水底传出巨大的声响，当战火从陆地蔓延到公海，那才是大战真正拉开序幕的信号。而他对海底的关注其实不是这一次才有，更早之前他就点名过几个地区可能发生海底火山爆发，要大家提早留意。也就是说，海底这个意象在他的预言体系里已经反反复复地出现过好几回。那现实里海底到底有没有发出过巨响？有，而且是实实在在被仪器记录下来的。2025年7月29日，俄罗斯勘察加半岛的外海发生了规模 8.8 的强烈地震，这是自2011年日本东北大地震以来全世界最强的一次地震，排进了有现代仪器记录以来的前6名。它的震源深度大约在21公里，主震之后还跟着超过24次规模5以上的余震，其中甚至包含一次规模接近7的强余震。这场海底地震触发了横跨整个太平洋的海啸警报，从东亚一路传到南北美洲的沿岸，光是日本一度就撤离了将近190万人，连福岛核电厂的周边都被划进了撤离的范围。这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海底巨响，一次来自太平洋深处传遍半个地球的震动。事后回头看，许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那句关于水底声音的预言。要理解这件事，得先知道一个地理常识，整个太平洋的边缘围着一圈叫做火环带的地震活跃区，全世界绝大多数的强震和火山都集中在这一圈上。勘察加、日本、台湾、菲律宾，一路到南美洲的西岸都在这条带子上。也就是说，海底发生地震本来就是这一区的日常，大大小小的震动每天都在发生，只是绝大多数我们根本感觉不到。真正罕见的是像勘察加那样规模 8.8 的巨震，所以海底会有巨响。这种预言放在火环带上，本来就有很高的几率会被某一次地震应验，这不是通灵，这是几率。而 Moreplay 说的那种巨响，指的其实是潜艇，是军事，是战争的声音，那跟地震仪记到的自然震动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近几年海底电缆被切断，各国潜艇在深海角力的新闻确实时不时出现，但那些属于地缘政治的较劲同样不需要预言，摊开国际新闻就看得到。但接下来这句话必须讲得非常清楚，这是地震仪的记录，不是任何人的想象。勘察加那场地震是板块隐没带长期累积能量之后一次自然的释放，它跟潜艇无关，跟战争无关，跟阎罗王更是毫无关系。而且它发生在2025年7月，时间点还在这一支风口影片之前。换句话说，这是一件先发生后被人拿来对号入座的事，用一件已经发生的自然灾害去回头印证一句方向本来就很模糊的预言，这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有意思的是，那一次规模 8.8 的地震虽然惊人，最后带来的海啸却远比许多人担心的要小。太平洋沿岸并没有出现预期中的那种大灾难，这也提醒我们，就算是真实的天灾，它的走向都充满了变数，更何况是一句模糊的预言。海底确实想过，这是事实，但把它读成大战的序幕，那是解读，不是事实。一个是地质，一个是战争，两者之间隔着一整片太平洋的距离。真正要验证它这一条，得看的是2026年的下半年，公海上会不会真的因为军事冲突而传出巨响，而不是回头去捡一场自然地震来充当它的证据。那么一个真正能算数的对应事件到底该长什么样子？照他自己的说法，那应该是在2026年的下半年，公海之上因为军事的对峙传出爆炸或者冲突的巨响，
然后战火顺着海洋一路扩大，这才是他那一句预言真正指向的画面。拿一场2025年的自然地震来顶替这个画面，乍看之下很像，实际上差了108000里。所以第一条，到目前为止最诚实的结论是，海底的确有过巨响，但那一响跟他说的那一响根本不是同一回事。真正属于这条预言的验证其实还没有开始，下半年的公海才是他真正的考场。第二条，极端气候。他说2026年下半年，地球的气候结构会出现异常，干旱与洪水会同时发生，该下雨的地方大旱，不该淹的地方成灾，粮食因此受到影响。所以他也顺带劝大家提早囤一点粮食。这一条说实话是最难被证明也最难被推翻的一种预言，因为在气候变迁的大背景之下，同一年里又有旱灾又有水灾，这件事几乎每一年都成立。你随便翻开任何一年的国际新闻，都找得到某地大旱、某地洪灾的标题并排出现。它听起来很准，但正因为它涵盖的范围太广，准到最后反而失去了意义。这里有一个很好用的判断法则，如果一句预言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都算他说中，那他其实什么都没说。真正的预测是要愿意冒着被证明是错的风险的，不冒这个风险的话，那就只是一句听起来很有分量，实际上很安全的废话。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对这一类预言其实有很强的选择性记忆。2025年、2026年，全球确实极端天气频传，这边在烧山，那边在淹水，新闻看得人心惊。但这些极端气候，气象学界早就用暖化的趋势解释得清清楚楚，它是一条可以量测、可以推估的科学曲线，不是谁在冥冥之中安排的剧本。等到年底真的又出现大旱或大水，一定会有人跳出来说，你看，他又说中了。可如果你回头去问他到底说了哪个地方、哪个月份多严重，答案往往是一片模糊。说中一个一定会发生的事，不叫预言，叫常识。第三条，金融危机与黄金。这条 More Play 讲得很具体，他说金价会暴涨，喊到1盎司8万到10万泰铢，换算下来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并且他建议大家手上要留一些实体现金，以防金融体系出状况。当云端上的数字资产都靠不住的时候，摸得到的现金才实在。那金价的现实走势呢？这是7条里面最有意思的一条，因为它刚好踩在一个真实而且正在发生的大趋势上。黄金确实在涨，而且涨得比很多人的想象还要凶。2025年一整年，金价一口气涨了大约 65%， 接连突破每盎司3000美元、4000美元这两道关卡，一次比一次让人跌破眼镜。而且在同一年，全球投资人透过各种基金、金条、金币抢进的黄金总量高达2000多吨，比前一年一口气暴增了超过80%，那种抢购的热度是实打实的。进入2026年，这股势头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1月下旬，金价一举冲破5000美元，1月28日的盘中更触及每盎司5589美元，改写了历史新高。推动它的是一连串地缘政治的火药味，从各地的冲突热点到各国的中央银行与投资人疯狂抢进实体黄金，避险的需求把价格一路往上推，所以金价暴涨这件事是真的，这是交易所的报价，不是任何人的想象。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必须点出来，金价创新高其实根本用不着灵媒来预告。2025年一整年的财经新闻天天都在讲这件事，任何一个看盘的人都看得到这个趋势。预言的困难从来就不在方向，而在数字和时间。他喊的8万到10万泰铢到底是哪一天到？会不会真的到？还是永远差那么一截？这才是真正能拿出来验证的部分。至于留现金这种建议，听起来像神谕，其实是任何一本理财书都会写到的保守做法。趋势对了，不等于预言准了。踩在一辆已经在往前开的车上，并不代表你就是那个开车的人。黄金本来就是一面恐惧的镜子，世界愈乱，它愈亮。与其说是它预见了金价，不如说它跟金价
照见的是同一份不安。如果真要替他这一条设一个能被验证的标准，其实很简单。他说1盎司8万到10万泰铢，我们就盯着这个数字，用泰铢计价的黄金到底会不会在2026年下半年真的站上这个区间，并且站稳，这是一翻两瞪眼的事。金价还会不会涨，没有人能打包票，因为它同时受到利率、美元、战争、央行动向这一大堆因素的拉扯，任何一个转向都可能让它掉头。这也正是重点所在，连专业的分析师看着满荧幕的数据都不敢把话说死，那么一句没有附上任何推理的金价会涨到某个数字，就算真的到了，也很难说那是洞见还是运气。第4条，网络攻击。他警告，会有一场超级规模的骇客攻击，让全球的网络近乎瘫痪，连带冲击到所有存放在云端的数位资产，包括加密货币，也包括网络银行里的存款。他的意思是，当网络一夕之间崩塌，那些看不见、摸不着、只存在于伺服器里的财富，可能一夜之间就归零。这个画面确实会让人心里发毛，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存款，说到底也真的就是资料库里的一串数字。这一条在2026年很难说它讲的完全没有影子，因为这一年全球的资安事件确实密集到让人不安。3月，一家医疗科技公司被骇客入侵，数万台员工的装置被远端清空。5月，代工大厂富士康承认北美的厂区遭到攻击，勒索集团宣称窃走了大量牵涉到知名科技客户的机密资料，数量以 TB 来计算。到了7月，又传出跨国性的重大系统中断，一度波及了银行、航空与电信的服务。连国际上权威的机构在2026年的资安展望报告里，都把攻击的规模化、产业化列为当前最大的威胁之一。把整年摊开来看，2026年是一个资安警报几乎没有停过的年份。但是同样要拆开来看，网络攻击这种事年年有，月月有，甚至可以说天天有，这是数位时代的常态，不是什么需要通灵才知道的天机。把今年会有大骇客攻击当成神准，就好像预言今年会下雨一样，命中率接近100%，却没有任何真正的资讯量。真正需要他回答的是哪一次、规模多大、打垮了哪一个系统、发生在哪一天，这些关键的细节他没说，或者说得非常模糊。方向人人都会指，时间、地点、规模才是真正的门槛。一句全球网络会崩，跟一次真正说中某月某日某个系统倒下的预测，中间的距离是天差地别的。真正的资安世界其实布满了备源与冗余，一个系统倒下，还有下一个顶上。这也是为什么末日式的全球归零比一次局部的真实灾情更容易讲，也更难成真。至于他要大家提防云端资产归零，这一句值得单独拿出来说。加密货币、网络银行这些东西确实抽象，账户里的数字说到底就是一串资料，但也正因为金融体系知道这件事的风险，银行、交易所才会层层备份、异地存放、反复集合。真正的危险往往不是全世界一起归零的那种末日场景，而是个别的钓鱼诈骗、密码外泄，让某一个人的钱被搬走。把注意力放在守好自己的账号密码，开启双重验证，远比担心一场想象中的全球大崩溃来得实际。他的恐惧是宏大的，但真正能保护你的往往是那些琐碎的日常的小习惯。第5条，超级病毒。他说会出现一种致命的超级病毒，很可能是艾滋病毒 HIV 跟某一种强力流感的混合体，而且会透过水源传播，对全球的用水安全造成巨大的威胁。这一条是7条里面最需要用科学的说法来平衡的一条，因为它牵涉到会直接吓到人的健康恐慌，也最容易被断章取义的拿去放大。先讲科学， HIV 这种病毒离开了人体之后，其实非常脆弱，在水里几乎无法存活，也不会透过饮水或者一般的日常接触传染，这是流行病学早就有定论的事。全球的卫生机构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分歧。
而真正会透过水源传播的疾病，比如霍乱，是另外一类完全不同的病原体。它跟艾滋在生物学上可以说是八竿子打不着，硬要把这两者混合成一种新病毒，在目前的医学认知里，并没有这样的机制存在。所以这一条，与其说是预言，不如说是把几个听起来很可怕的关键字硬拼在了一起。HIV、超级、变种、水源，每一个词单独拿出来都已经够吓人，凑在一块儿，恐惧感就直接加倍。世界卫生组织还有各国的疾管单位确实常年都在监测新兴的病原体，这是他们的常态工作，也是好事一件。但是监测系统的存在不等于他所描述的那一种病毒就真的已经在路上了。恐惧可以被拼装，事实不行。听到这一条的时候，先深呼吸，别急着去囤水囤药，真正保护你的是干净的水源、正常的工位体系，还有不被恐吓牵制走的判断力，而不是一句拼贴出来的可怕组合。其实会有一种可怕的新病毒，这种预言几乎每一年每一位灵媒都在讲。原因很简单，人类的历史上瘟疫从来没有真正缺席过，所以这一句话迟早都会应验。而一旦哪一天真的又出现了新的传染病，之前所有含糊讲过病毒二个字的预言就会被一起翻出来，说成是神准的警告。这就是为什么面对健康类的预言，我们要格外冷静。真正保护一个社会的是疫苗，是监测网，是干净的自来水，是那些不起眼却日夜运转的工位系统，而不是一句听起来很吓人的通灵。恐慌本身有时候比病毒更容易传染。第6条，外星人与爬虫人。他说外星人将会现身，而且有一种长得像鳄鱼或者像蜥蜴的爬虫人，其实早就已经潜伏在人类社会里，混在人群当中，只是我们没有认出来而已。这一条坦白讲已经走出了可以查证的范围，它既无法被证明也无法被否证，属于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领域。我们能做的就是原原本本地转述他的说法，然后把判断留给你自己。这里只想补上一个观察，一句永远不会被打脸的话，听起来好像很安全，但也正因为它永远不会错，它几乎就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预言。真正的预言是敢把自己放在会被证伪的位置上的。你没有办法反驳爬虫人潜伏在人群里这句话，但反过来他也没有办法给你任何一条可以真正拿来行动的资讯，他只负责制造想象，不负责兑现。第7条，人工智慧。他说 AI 会让就业市场走向两极化，有人被取代，有人反而被推上去。但他又补了一句，如果前面那一场网络大崩溃真的发生，这个趋势有可能会被逆转，而人只要够勤奋，够诚实，肯自我提升，就有机会不被淘汰。这一条比较像是一段包着预言外衣的职涯建议。 AI 冲击就业是这几年全世界都在热烈讨论的现实，翻开报纸就看得到，根本不需要通灵。而他给出的解方，勤奋、诚实、上进，放在任何一个时代，对任何一个人都成立。这是温暖的安慰，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机密。把一句放诸四海皆准的老道理包装成预言的第7条，这件事本身就很值得玩味。其实一个灵媒开始谈 AI 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几十年前神婆谈的是天灾，是战乱，是瘟疫，到了今天他们的预言清单里多了骇客，多了云端，多了人工智慧。这说明了什么？说明预言从来就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总是紧紧地贴着当下人们最焦虑的那些东西在走。大家怕失业，预言就谈 AI 抢饭碗；大家怕存款蒸发，预言就谈网络崩盘。与其说他看见了未来，不如说他非常准确地说出了我们此刻正在害怕的现在。这是预言最真实却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一面，它照见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心。7条讲完了，现在我们回到那个最一开始的问题，也是这一整件事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为什么是风口？在预言圈的语境里，被风口这3个字本身就带着一种强大的叙事魔力。它把一个原本可以被检验、被质疑、被要求负责的预言家瞬间就包装成了一个知道太多所以被上头晋升的悲剧角色。
你没有办法再追问他细节，因为他不能说了。你没有办法要他为说错的部分负责，因为说话的权利已经被收走了。留白往往比说满更吓人。一句我不能再讲了，勾住人心的力道，经常比他真正讲出口的内容还要更强。这是一种很古老的说故事技巧，把神秘感建立在缺席之上，让你自己的想象力去填满那一片留白。值得一提的是，泰国神婆寓言在这几年几乎已经自成一个内容类型，每到年底年初，总会有一波又一波的整理、翻译、解读在社群上流传，标题一个比一个耸动，一个比一个吓人。这中间有正规的媒体，有内容农场，也有纯粹在追流量的账号。一句原本可能讲得很含蓄、很有保留的话，经过一层又一层的转述与再制，往往就被放大成了斩钉截铁的灾难警告。所以当你看到一则泰国神婆寓言的时候，先别急着相信，也别急着害怕，不妨往回多追一步，看看最原始的说法到底是什么样子，中间又被加了多少料。光是这一步往往就能替你过滤掉大半不必要的恐慌。也正因为这样，怀疑论的声音就必须同时摆上台面，跟前面的说法并排放在一起看。从行销的角度来说，最后告别作封口前的最后预言是再高明不过的一种收尾，它天然就自带稀缺感与急迫感，让每一个看到的人都觉得这是不可错过的，最终的被禁止的真相。于是内容在网络上一轮又一轮的被转载、被翻译、被再制成各种语言、各种长短的版本，声量一波比一波高，触及的范围一轮比一轮广。我们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断定他本人就是为了流量而言，这一点必须公道地讲清楚。也许他自己是真心相信的，但我们同样要看见风口这个设定在客观上就是会制造传播，就是会放大声量。一件事让某个人得利，不代表这件事就是假的，但是当一个说法刚好对说出它的那个人最有利的时候，我们多留一分警觉总是没有错的。这不是刻薄，这是面对任何资讯都该有的基本功课。还有一点也很值得放在心上，这是我最后一次预言，我被上天封口了。这一类的话，其实在全世界的预言者当中一点都不罕见。不少人在自己声量最高的那一个时刻都用过类似的说法，因为封口这个动作能替一连串的预言画下一个漂亮又神秘的句点，同时也能替日后可能的付出先悄悄地埋好伏笔。今天说封口，过一阵子如果又开口，还可以说成是上天特许，实在忍不住，于是那本身又会是一波新的话题。这不是要断定 more play 一定是这样，而是提醒我们，最后这二个字在预言的世界里往往没有它字面上那么地绝对。更深一层看，被禁止这三个字本身就带着一种奇特的吸引力。心理学上有一个现象，越是被贴上不能说、不该看标签的东西，人们反而越是想要一探究竟，这叫做禁果效应。一支影片只要挂上封口前的最后真相，这样的框架就等于替自己盖了一个诱人的印章，让人忍不住想点进去，想亲耳听听那个上天都不让他说的到底是什么。这其实无关内容本身有没有料，光是这一个框架就足以让他跑得又快又远。而我们每一次因为好奇而点开，因为害怕而转发，其实都在替这个框架多添一把柴。所以更要时时提醒自己，越是耸动的包装，愈需要冷静的拆解，别让那一层神秘的糖衣反过来替你决定了该相信什么，又该害怕什么。其实也不必把这件事全都推到他一个人身上，真正让预言在2026年这么有市场的是这个时代本身的不安。金价冲上历史新高，是因为钱越来越不让人安心，资安警报整年不停，是因为我们把整个人生都搬进了看不见的网络，地缘政治的火药味浓到连新闻都追不完。当现实充满了不确定，人心就会本能的去寻找一个能把混乱解释清楚的声音，哪怕那个声音来自阴间。预言填补的从来不是知识的空缺，
而是情绪的空缺。看清楚这一点，你就不容易被任何一句最后的预言牵着走。那站在台湾观众的角度，这些预言到底该怎么看待？答案其实并不复杂，该做的防灾本来就要做，这跟有没有预言一点关系都没有。台湾本来就在地震带上，家里备一点粮食、水，还有手电筒，是每一个家庭的常识，不是因为谁通灵了才要准备。该有的财务规划也照常进行就好，适度分散风险，手边留一点现金是稳健的做法，不是恐慌的理由。真正要避免的是因为一句风口前的预言就恐慌性的抛售，疯狂的囤积，或者做出一些平常根本不会做的决定。预言最大的杀伤力往往不在它到底说中了什么，而在它让多少人因为一时的害怕做错了原本不该错的选择。冷静，从头到尾都是对这一类讯息最好的回应。再多说一句，你会发现猫 play 的预言里反反复复的出现存粮食、存现金这样的建议。这种话听起来很负责，很贴心，但也正因为它永远不会错，所以特别安全。多存一点粮，手边留一点现金，任何时候做其实都没有坏处，就算后来天下太平，你也不会有什么损失。这就是这一类建议的高明之处，他把一个普世皆准的保守常识包装成了带着预警意味的神秘叮咛。于是不管后来有没有出事，说的那个人永远都立于不败之地。看懂了这一层，你对这一整包预言的免疫力就又多了一分。那么这7条里面究竟哪几条下半年就能见真章？能验证的是那些带了数字、带了明确标的的第3条的金价最好验。他喊出了一个具体的数字区间，2026年下半年走完，拿收盘价一对照，准不准？一翻两瞪眼，没有模糊的空间。第1条的海底与地震活动也算半个可验证的项目，因为地震有仪器、有规模、有精确的日期，海底一旦再有大动静，记录跑不掉，只不过那属于自然地质的范畴，跟他所说的战争与潜艇怎么样都连不上线。第4条的网络攻击同样看得到、记得下，只是门槛在于真正要出现的得是他所描述的那种全球近乎瘫痪的等级，而不是日常那种零星的局部的事件，否则就只是拿常态来冒充预言。至于剩下的几条，第2条的极端气候涵盖面太广，怎样都能算他对。第5条的超级病毒被科学的说法牢牢挡在门外。第6条的外星人与爬虫人根本就走出了验证的边界。第7条的 AI 是趋势，不是预言。这几条的共同点是，他们要么太模糊，要么从一开始就不可否证。而一个真正想要被检验的预言，会给你3样东西：一个日期，一个数字，还有一个明确到可以打叉的说法。3样都给，才算把话说满。3样都躲，那多半是经不起对账的。躲在模糊背后的那些，通常撑不过下半年一项一项的验收。我们不妨把这7条快速的再对一次账。第1条，海底巨响，海底确实响了，但那是自然地震，不是战争。时间点还在预言之前，算是踩到了边，却始终连不上线。第2条，极端气候，年年都成立，等于什么也没说。第3条，金价暴涨，趋势是真的，但那是全世界都看得见的走势，他喊的那个数字到底到不到位，年底才见真章。第4条，网络攻击，大方向对，但缺了时间、地点、规模这些最关键的东西。第5条，超级病毒被科学牢牢挡在门外。第6条，外星人与爬虫人早就走出了可以验证的范围。第7条， AI 冲击是趋势，不是天机。7条摊开来看，真正称得上具体，真正能被打勾也能被打叉的，其实就只有金价那一条，加上地震活动那半条，剩下的要么太广，要么太悬。这一张对账表就是我们面对这一整包预言最诚实也最冷静的一份底稿。把这一张底稿放在手边，你就会发现所谓的7大预言，真正需要你认真盯着的其实并没有那么多。与其为了7件事天天心神不宁，草木皆兵，不如把力气
集中在那一两件真的能被验证的事情上，然后安安静静的等时间替你给出答案。所以最后把话收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2026年的下半年会照着日历一天一天往前走，它不会为任何人的预言加快，也不会为任何人放慢。勘察家的海底已经响过一次了，那是地震仪的记录，黄金已经站上了前所未有的高点，那是交易所的报价，资安的警报整年几乎没有停过，那是新闻的存档，这些全都是真的，摊在阳光底下谁都查得到。而一位泰国神婆在风口之前留下的这7条，有的恰好踩在了正在发生的趋势上面，看起来煞有其事，有的则飘在了无法验证的云里雾里，怎么说都对。你看，同样是面对2026年的下半年，其实有2种完全不同的看法。一种是把它交给阴间，交给阎罗王，交给一位神婆的直觉与梦境；另一种是盯着地震仪上的曲线，盯着交易所每天跳动的报价，盯着一则一则有凭有据的新闻。前一种看法给你戏剧性，也给你恐惧；后一种看法给你的东西可能枯燥了一些，却无比踏实。这2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其实不见得要你非得2选1不可，但至少你心里要分得清楚，哪一句是别人的想象，哪一句是摊在阳光底下的记录。这也正是这一整段书里最想留给你的那一把尺。真正的问题或许从来就不是它准不准，而是当一个人说出我被下令不能再说了的时候，我们是要选择被那一份神秘感牵着鼻子走，还是愿意把每一条都摊开来，用查得到的事实一项一项的去对。海底还会不会再一次传出巨响？下半年就会知道，金价的那个数字到得了，到不了，年底就见分晓。日历不会替任何人说谎，它只是安安静静的一格一格往前走。而那个要决定相信什么，又要保留几分清醒的人，从头到尾都是坐在荧幕前的你。英国那位被媒体称为当代诺斯特拉达姆斯的帕克，泰国那位曾经准确预言缅甸大地震的国宝级灵媒莫拉，还有美国常年接收高维讯息的通灵者潘蜜拉·道恩斯。这3个人背景天差地远，方法南辕北辙，文化土壤更是八竿子打不着。可是在过去这1年多的时间里，他们竟然不约而同地把手指指向了同一个时间窗口，2026年的6月。他们用的工具完全不一样，有人靠的是印度2000年前留下的纳迪叶棕榈手稿，那是一片一片刻着古老梵文的叶子；有人靠的是冥想中潜入深海看见的那一幕异象；有人靠的是他口中那个光之议会反复传递给他的讯息。可是当你把这3套说法摊开来，并排放在一起对照，你会发现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共同点，他们都在说2026年的这个夏天是一道分水岭，一场风暴正在成型，而这场风暴过后，人类将被分成2群，一群人留在他们所说的旧地球，继续在恐惧、债务与谎言里打转，另一群人则踏进一个被称为黄金时代的全新世界。问题就在这里，你会被分到哪一边？这不是哪一部科幻电影的剧情设定，而是这3位来自不同国度的预言者正在认真告诉全世界的事。所以今天我们就深入的一层一层的把这个所谓的6月风暴彻底拆开来看，它到底是什么？3国灵媒究竟说了什么？最关键的，所谓旧地球与黄金时代的分配又是依据什么标准？我答应你，看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件事可能比你以为的离我们近的太多了。我们先从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开始，为什么是6月？为什么偏偏是2026年的这个夏天会同时被3个毫不相干的人点名？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看清楚，这场风暴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事实上，从2026年一开年，这个世界就已经一件接着一件，走在一条看起来越来越陡的下坡路上。年初的中东，伊朗局势骤然升温，一连串针对性的打击让整个地区瞬间绷紧了神经。紧接着，全球的科技股与人工智慧类股开始出现剧烈的震荡。一边是地缘政治扑鼻的火药味，
一边是金融市场底下闷烧了许久的暗流。对许多人来说，这些只是新闻里此起彼落的坏消息，看过就忘。可是在这3位预言者的眼中，这些看似零散的事件全都是同一出大戏的前奏，而这出戏的高潮被他们不约而同地标记在了夏天，标记在了那个被反复提起的6月附近的窗口。更耐人寻味的是，连天上的星象都在这个时间点凑上了一脚。研究占星的人指出，2026年有一个非常罕见的土星与海王星的合相发生在牡羊座的起点。在传统的占星语言里，土星代表的是僵化的结构，是规则，是现实的硬墙；海王星代表的则是消融，是边界的瓦解，是理想与幻象。当这2股力量在同一个点上交汇，象征的正是旧有的僵硬结构开始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溶解。而到了2026年的6月底，木星又将进入狮子座，带来一股扩张、投机与冒险的能量。投机与扩张撞上结构的瓦解，这在许多占星师眼中恰恰就是金融市场最容易出大事的组合。你看，连最古老的天文观测都把目光投向了这个夏天。好，背景铺垫到这里，现在我们一个一个来看这3位预言者究竟说了什么。我们先说帕克。对于常看这个频道的朋友来说，帕克这个名字应该已经不陌生了。这位在网络上拥有超过23万订阅的英国预言者，多年来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他过去那些被认为命中的记录，从英国女王的离世，到2016年那场跌破众人眼镜的美国大选结果，再到后来席卷全球的那场大流行，甚至是英国脱欧，他都声称自己提前看见了。也正因为如此，每一年他发布的世界预言都会被全球无数人放在放大镜底下仔细检视。那么帕克对2026年到底说了什么？他用了一个很沉重的词，他说这是一个充满动荡、危机与悲剧的年份。而在所有的预言里，最让财经圈坐立难安的是他对经济的那个判断。帕克认为2026年最大的一记震撼弹会是人工智慧泡沫的破裂。他描述的画面是这样的，在一场谁都没料到的股市修正之后，那些被捧上天的科技与人工智慧公司会经历一次又急又猛的全球性下跌。他甚至给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他说那个市值最大的加密货币可能会崩跌高达70%。70%，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无数人账面上辛苦累积的财富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蒸发掉一大半，而这场崩塌会像推倒第一张骨牌一样，动摇整个产业在全世界的信用。一旦那个被许多人视为最坚固的资产都能崩成这样，恐慌会像涟漪一样一圈一圈地往外扩散。但帕克的预言远远不止经济这一块，他还描绘了一幅更广的、更灰暗的壁画。他谈到一团可能在日本上空出现的神秘的气体云，时间点被他放在了2026年的8月。他谈到在背景里持续嗡嗡作响的网络攻击，可能冲击加密货币，也可能冲击整个人工智慧市场。他谈到原本看似牢不可破的国际联盟会开始出现裂痕，北约会逐渐被削弱。他甚至预言，到了2030年前后，会有一个全新的国际组织从今天这些旧联盟的废墟里重新长出来。而那个存在了大半个世纪的旧组织，在他口中早已是一个没有牙齿的空壳。帕克还提到了一件很多人津津乐道的事，那就是格陵兰。当这座冰封的巨岛被推上国际舞台的时候，帕克说，这背后真正的关键从来都不是军队，而是合约。他看见的是庞大的石油储量，是稀土金属，是一笔极为巨大的经济交易。他甚至描述会有非常庞大的款项在其中流动。你看，这位预言者眼中的世界是一个资源、金钱与权力重新洗牌的世界。而在更深层的脉络里，帕克引用了纳迪叶的解读，指出从2025年底开始，一直延伸到2026、2027、2028，再到2029，这接连几年，战争与灾难都会不断的升级。他用了一个让人心头一紧的词，他说这是一场可能牵涉到4个国家的冲突。把这些全部拼在一起，你会看到帕克眼中的2026年是一个旧秩序开始全面崩解的年份，
金融、政治、科技、国际关系一个接一个的松动，而所有这些震荡叠加起来，恰恰就落在那个被他反复提及的夏天的窗口附近。如果说帕克是用一种近乎冷静的分析的口吻在描述未来，那么来自泰国的莫拉则是用一种更直接、更带着画面感的方式，把他看见的东西活生生地摊在你的面前。莫拉之所以能在整个东南亚几乎是一夕之间爆红，是因为在2025年3月，缅甸发生了一场规模高达 7.9 的毁灭性大地震。那场地震威力之大，连邻近的泰国都感受到了强烈的摇晃，许多建筑应声倒塌。而在这之前，莫拉就已经发出过警告。这一下，整个泰国，整个东南亚，所有人都牢牢记住了他的名字。那么，这位被泰国人称为国宝级的灵媒，对2026年又看见了什么？他把2026年称为一个火红的马年，并且他用了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说法。他说，这一年可能会是一场致命瘟疫的开端，而死亡的人数会多到像落叶一样。落叶，你光是想象那个画面，秋天的风一吹，地上铺满了一层又一层的落叶，就能感觉到那份沉甸甸的分量。他说，他接收到的是一个来自冥界统治者的警告，要人们做好准备，去面对接下来的动荡、严重的洪水、农作物的短缺，以及随之而来的物价的飞涨。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神秘的疾病，它的特征是糅合了好几种不同病症的影子。他提到了2个关键词，一个是消耗，一个是黑死。他把这个意象和历史上那些古老的、曾经夺走无数生命的大瘟疫连结在一起。但他特别强调，他说的不是某一种单一的病原体，而是一种混合型的，会攻击肺部，甚至更多器官的威胁。他甚至隐隐暗示，这背后可能和某种实验有关。在他的时间线里，零星的个案可能会在2026年的后半段开始浮现，而真正较大规模的爆发则被他指向了2027年到2030年这段更长的区间。莫拉所警告的那些洪水与农作物的短缺，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现实的影子。这几年，全球的气候正变得越来越极端，一边是破纪录的高温与干旱，一边是来势汹汹的暴雨与洪灾。在许多地方，农民们看着自己辛苦耕耘的收成被反常的天气一次又一次的无情摧毁。当餐桌上的食物因为产量的下滑而变得越来越贵，当一个又一个地方因为缺水或者淹水而陷入困境，莫拉口中那一个物价飞涨的画面听起来似乎也就没有那么遥远了。他甚至特别点明了一种会让海洋升温、搅乱全球气候的自然现象，认为他将会在这一年扮演一个推波助澜的角色。你看，灵媒的语言和气象学的语言在这里又一次悄悄地重叠在了一起。而莫拉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段意象发生在更早之前，他描述自己在冥想中意识仿佛一路下沉，潜入了深海。在那片伸手不见五指的海底，他看见海床诡异的隆起，就好像底下有一头沉睡已久的巨兽正在缓缓苏醒。他一边讲述，一边把这个画面画了出来。海底的火山开始活跃，一股巨大的能量在海洋的最深处悄悄积聚，而且那不只是单一一个地点，而是一连串接连发生的隆起。他说，那个画面越来越清晰，就像一个沉睡了不知道多久的巨人正被地壳底下某一道断裂硬生生地唤醒。他甚至没办法把那个字直接说出来，因为他说每次他提到那2个字都会被骂、被指责影响观光。但他还是忍不住暗示，他看见的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度假胜地。值得一提的是，莫拉本人其实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活生生的人。他曾经因为一个关于边境冲突的预言引发了巨大的恐慌，遭到铺天盖地的批评，甚至一度因为压力而从镁光灯下消失，被焦虑与忧郁所困扰。他后来公开道歉，说自己学到了教训，往后会更谨慎地使用每一句话。他甚至苦笑着说，他常常想放弃这个职业，可是工作却一直找上门来。
我之所以要把这一段也讲出来，是因为这恰恰提醒了我们一件重要的事：预言从来都不是100%的铁口直断，它是一种参考，一种提醒。就连莫拉自己都呼吁，请大家在相信之前，先用自己的脑袋好好分析，把莫拉的这些预言串起来，你会发现，他和帕克的版本虽然语言完全不同，但骨架却惊人的相似。物价飞涨对应的是金融的崩塌，瘟疫与洪水对应的是社会秩序的动荡，而那头在海底苏醒的巨兽更像是某种更大的地球层面的巨变。两个人，两种方法，两个半球，却指向了同一种感觉：旧的世界正在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第3位美国的通灵者潘蜜拉·道恩斯，整个故事的视角突然被一口气拉高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如果说帕克和莫拉看见的更多是灾难本身，是那些会发生的具体事件，那么潘蜜拉看见的是灾难背后的那一层意义。他说，早在2020年，他就开始接收到一连串的意象，一连串他口中所说的下载。他看见的东西包括地球板块的位移，包括越来越极端的天气形态。这部分听起来和前面2位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而潘蜜拉接收讯息的方式本身就带着一股浓厚的神秘的色彩。他说，这些讯息来自一个他称为光之议会的存在群体，而在这个议会的背后站着一些听起来仿佛从远古神话里直接走出来的名字。他提到了一些古老的造物存有，提到了一些在古埃及文明里曾经被人们当成智慧与创造之神来敬拜的存在。在他的描述里，这些存有并不是要来主宰人类的，他们更像是一群站在更高的地方默默看护着这场转变的引路人。他们透过他想要传递的始终是同一份提醒：不要把焦点放在恐惧上，要把焦点放回到你自己的内在。这份提醒贯穿了潘蜜拉所有的讯息，也成了他和帕克莫拉最不一样的地方。但潘蜜拉真正想说的从来都不只是这些灾难。他口中那个由古老的造物存有所组成的光之议会反复强调的核心讯息是这样的：理解这些即将到来的巨变，目的并不是要让你陷入恐惧，而是要唤醒你去做一件事，提升你自己的频率。潘蜜拉用的词是大转变。他说，人类正站在演化的下一个阶段门口。他描述过一个反复出现在他意象里的画面。他说，有一天，我们的天空会被光所充满。他甚至用了一个说法，他说，成千上万的存在正在到来。他说，这场大转变已经开始了，而在这个过程里，旧的建立在恐惧之上的一切结构都会开始松动、崩解，然后一片一片的脱落。因为任何与更高频率不相符的东西都会在这股能量里自然而然地失去它的立足之地。你发现了吗？到了潘蜜拉这里，前面2位预言者口中那些可怕的灾难、金融的崩塌、社会的动荡、瘟疫与天灾，突然之间有了一个全新的解释。它们不再只是单纯的坏事，在潘蜜拉的框架里，这些崩塌恰恰就是旧地球在剥落，是新世界在浮现的征兆。一个是凋零，一个是新生，它们是同一件事的一体两面。好，现在我们把3条线索并排放在一起，做一次完整的对照。英国的帕克从财经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见了一个旧秩序全面崩解的2026年。泰国的莫拉从灾难与天象的角度看见了瘟疫、洪水、物价飞涨与海底苏醒的巨兽。美国的潘蜜拉从灵性演化的角度看见了一场剥离旧世界迎向新地球的大转变。3个人，3个国家，3种完全不同的工具，可是当你把他们的话叠在一起，你会清清楚楚地听见同一个旋律：一个旧的世界正在结束，而结束的方式是一场风暴，一场被他们不约而同地标记在2026年这个夏天附近的风暴。而这场风暴还有一个被反复提到的关键字，那就是揭露，或者说秘密的曝光。在这一整套叙事里，
旧世界之所以能维持那么久，靠的就是2个字：隐藏。隐藏的真相，隐藏的操纵，隐藏在帷幕后面的那一双双手。而当这场大转变来临，最先发生的就是这些面具开始一张一张的溶解。我们会看见过去那些被刻意藏在幕后的事情，被一件一件地摊到阳光底下。那些我们曾经信任、尊敬甚至崇拜的人，他们脸上的面具会开始出现裂缝。这不是一件舒服的事。在这套说法里，这个阶段甚至被形容成灵性觉醒里最让人难受的一段。它有一个名字，叫做幻灭。因为你会亲眼看见那些一直被藏着的关于欺骗、腐败与权力滥用的真相。你过去深信不疑的东西，可能在一夜之间被证明是假的。那种感觉就像脚下的地板突然被抽掉。可是支持这套说法的人会告诉你，这份难受是必要的，因为唯有把所有的脏东西都摊开在桌上，我们才能真正的看清楚，才能学到教训，然后带着更多的智慧继续往前走。在这套框架里，这场揭露不是来摧毁你的信念的，而是来把你从一场很长很长的梦里摇醒的。而说到揭露，这套叙事里还有一个层面，是这几年在西方被讨论的越来越公开的，那就是关于天空的秘密。曾经被当成阴谋论、被嘲笑、被斥为风言风语的不明飞行物议题，这几年风向悄悄地变了。一场又一场的国会听证会，一份又一份的官方文件被解密，一位又一位的军方人员与情报官员站了出来公开作证。过去那些被牢牢锁在保险箱里长达数十年的秘密，正在被一点一点地撬开。在这套说法看来，这正是大揭露的一部分。他认为，当旧世界的帷幕开始拉开，人类迟早要面对一个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广阔的真相，关于我们是谁，关于我们从哪里来，关于在这片浩瀚的宇宙里，我们是不是真的孤单。潘蜜拉口中那个天空被光充满，成千上万的存在正在到来的意象，放在这个脉络底下重新看，是不是就有了一层更耐人寻味的味道。而在这场揭露的最高潮，这套叙事还描绘了一个极具画面感的场景。许多通灵者反复提到一个概念，叫做太阳闪焰。他们说，我们头顶上的这颗太阳正在发生某种变化，而这种变化被某些力量刻意地隐藏着。他们描述到了某一个临界点，太阳会释放出一道前所未有的巨大的能量，那会是一场全球性的，每一个人，无论你身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都会亲眼看见的光的盛宴。而这些年天空中越来越频繁出现的，在过去极为罕见的纬度都能看见的绚烂极光，在他们的眼中就是这场大事正在一步一步逼近的征兆。他们甚至说，在这道闪焰之后会紧接着一段被称为3天黑暗的时期，那是一段让整个世界暂时断开所有连结，向内沉淀，彻底重置的神圣的停顿。我必须很诚实地说，这些说法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主流科学的背书，我们就把它当成这套叙事里最戏剧化的一个篇章来认识就好。但你不得不承认，光是这个画面本身就已经足够让人浮想联翩了。讲到这里，我们终于要碰触今天最核心的那个问题了。所谓的旧地球和黄金时代到底是什么？人又是怎么被分配过去的？这套说法在西方的灵性圈里这2年被讨论得越来越热。它的核心是一个听起来很科幻，但被许多通灵者言之凿凿的概念：时间线的分裂。他们是这么描述的：长久以来，我们所在的这颗地球是一个让无数灵魂来体验2元对立的地方，光明与黑暗，爱与恐惧，善与恶，富有与贫穷，全都交织在一起，难分难解。我们在这里学习、犯错、受苦、成长。而现在，根据这套说法，这场长达数万年的2元实验正在走向尾声，地球正在从一个他们称为3维的密度，缓缓地朝着一个更高的他们称为5维的密度向上提升。而在这个提升的过程里，会发生一件大事，
原本只有一条的时间线会分裂成两条，一条是他们口中的新地球，那是一个五维的世界，一个以合作、和谐与爱作为底色的世界。在那里，匮乏感消失了，恐惧退场啦，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全新的建立在信任之上的关系。另一条则是旧地球的延续，那是三维循环的继续，一个依然被恐惧、控制与分离感所主导的世界。更惊人的是，这套说法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时间框架。有通灵者表示，早在2010年左右，一条全新的路径就已经被铺设好了，目的就是为了让那些准备好的人能够尽可能平顺地完成这场过渡。而他们把2026年到2030年这段时间称为一条扬升的走廊。在这条走廊里，地球从3维到4维，再往5维的过渡会明显的加速，时间会开始变得很奇怪，你会觉得日子过得飞快，又会觉得某些时刻被拉得很长。许多旧的身份、旧的工作、旧的关系会在这段期间因为频率不再相符而一个一个的自然脱落。他们甚至引用了一个很古老的意象来形容这件事，叫做麦子与糠比的分离。意思是，到了某个关键的时刻，这两群人会走上两条再也不会交汇的道路。而对于那些选择留下或者还没准备好的灵魂，这套说法描述他们将会继续留在3维的循环里，再经历一段据说长达126000年的漫长旅程，直到下一次机会的到来。听到这里，你一定会迫不及待地想问，那到底谁去新地球，谁留在旧地球？这背后有没有一个审判者？有没有一张写好的名单？而这套说法给出的答案，恰恰是它最迷人，也最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的地方。他说，没有审判者，也没有名单，决定你去哪一边的，不是任何外在的权威，不是哪一个神，也不是哪一个组织，而是一样东西，你自己的频率。这就是为什么潘蜜拉口中的光之议会会反复强调同一件事，提升你的频率，超越恐惧。在这一整套框架里，意识被形容成人类真正的货币。当旧的价值体系，那些建立在金钱、地位与恐惧之上的东西开始崩塌的时候，真正决定你会体验到哪一条时间线的，是你内在那一道光的品质，是你的觉察，是你的创造力。在这套说法里，那些被许多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受害者心态，会在这个过程里慢慢的消融，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开始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一个有力量的共同的创造者。换句话说，那一场我们前面讲的看似如此可怕的金融崩塌、瘟疫与动荡，在这套叙事里其实扮演着一个筛选器的角色。它不是来惩罚任何人的，它是来逼着每一个人去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选择。当你身边的一切都在剧烈摇晃，当你曾经信任的结构一个个倒下，当被藏起来的真相一件件被揭开，你会用什么来回应这一切？是恐惧、愤怒与绝望，还是爱、平静与觉醒？这套说法认为，你的回应就是你的车票。选择恐惧的人会继续被困在旧地球的剧情里，继续轮回在同样的功课中，而选择从恐惧里走出来，选择用爱与觉察去面对这一切的人，会被自然地吸引到那一条通往新地球的更高的时间线上。这也是为什么这3位预言者虽然描述的是看起来如此沉重的灾难，但他们真正的语气其实并不是叫你绝望，恰恰相反，帕克会特别提醒，他所引用的那些古老的纳迪叶教导，从头到尾都强调一件事：未来是可以被改变的。他甚至说，他之所以愿意把这些预言公开，部分的原因就是想鼓励人们送出正面的念头、祈祷与想象，去帮忙减轻那些灾难可能带来的冲击。潘蜜拉更是把整套讯息的重点从预测本身彻底地转向了你内在的转化。在他们眼中，预言的目的从来都不是要吓你，而是要唤醒你。讲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的心里会冒出一个很合理的声音，这些毕竟都是灵媒，是通灵者，是预言，
听起来很玄。我们有没有一点更贴近现实的、更硬的东西可以拿来参照？有意思的地方恰恰就在这里。如果你以为这一场2026年的风暴只是灵性圈在那里自说自话，自己吓自己，那你可能真的小看它了。因为当我们把目光从通灵者的水晶球转向那些最务实、最不相信玄学、每天只跟数字打交道的财经分析师身上时，我们听见的竟然是一个惊人相似的声音。那位写过《富爸爸穷爸爸》的知名作家清崎公开警告说，一场可能是史上最严重的崩盘正在逼近。他用的词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场萧条。他甚至说，他在多年前的著作里所做的那些预言正在2026年一一成真。另一位传奇投资人罗杰斯也早在2025年底就拉响了警报。他说，我们这辈子遇过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将会发生在2026年，而背后的两大推手，一个是各国疯狂膨胀的债务，另一个正是人工智慧的泡沫。还有那位曾经准确预言过好几次衰退的老牌经济学家席林也直言不讳地说，2026年的经济衰退几乎已经难以避免。他甚至点名股市出现2%到3%的下跌，按照历史的标准来看，根本就不算什么大事。除此之外，连那位因为大卖空而声名大噪的投资人都重新站了出来，对人工智慧的泡沫发出了沉重的警告。你发现了吗？这些人没有一个是灵媒，他们看的是利率，是债务，是房市，是企业的资本支出。他们手上拿的是冷冰冰的数据与模型，可是他们得出的结论，那个关于2026年金融即将崩塌的结论，竟然和帕克和莫拉口中的物价飞涨奇妙地重合在了一起。一边是灵性的意象，一边是理性的计算，两条看似永远不会交汇的路，居然在2026年这个点上握起了手。当灵性的预言和务实的数据在同一个年份、同一个方向上重重地撞在一起的时候，这件事就不再只是茶余饭后随便聊聊的玄谈了，它变成了一个我们不得不认真看待的可能性。我们不妨再往这场金融风暴的底层多看一眼，为什么偏偏是人工智慧？为什么又是债务？过去这几年，全世界的资金像潮水一样疯狂地涌入人工智慧这个领域，一家又一家的公司市值被推上了难以想象的高度。可是，在这片热火朝天的繁荣底下，始终有一个冷静的声音在反复地问，这些天文数字般的投资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赚得回来？当市场的情绪从贪婪的亢奋慢慢转向冷静的怀疑，当人们开始发现那些被许诺的丰厚回报迟迟没有兑现，那一张被吹得越来越大、越来越薄的泡泡，就有可能在某一个谁也说不准的瞬间，砰的一声破掉。这正是帕克、罗杰斯还有那位大卖空的投资人心里共同担忧的事，而债务则是另一颗埋得更深的定时炸弹。这些年，无论是国家、是企业，还是你我这样的个人，都渐渐习惯了用借来的明天去填补今天的窟窿。当利率高涨，当还债的成本变得越来越沉重，这套靠着债务不断滚动才能勉强维持的游戏就会变得越来越脆弱。任何一个环节的断裂都有可能引发一连串的骨牌效应。你看，这些财经分析师所描述的崩塌，虽然用的是利率与债务这些冷冰冰的词，可是它的本质和莫拉口中那一头在海底悄悄积聚能量，最终轰然苏醒的巨兽又有什么根本上的不一样呢？一个说的是金融的海啸，一个说的是地球的脉动，可是那份山雨欲来、暗潮汹涌的张力竟是如此地相似。其实，如果我们把眼光再往后拉得更远一点，你会发现，这种一个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开始的故事，人类其实已经讲了好几千年了。在占星的传统里，地球的天空会以一种极其缓慢的节奏，大约每2000多年更换一次背景的星座。我们即将，或者说
正在离开的是延续了2000多年的双鱼时代，而我们正在进入的是水瓶时代。在许多研究者的解读里，双鱼时代的关键字是信仰，是阶级，是由上而下的权威，而水瓶时代的关键字则是觉醒，是平等，是个体的自由，是资讯的解放。你发现了吗？这套古老的占星叙事和前面我们讲的旧地球与新地球的分流，竟然又是同一个调子。一个由恐惧与控制所主导的旧时代正在退场，一个由觉醒与自由所定义的新时代正在登场。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几乎每一个古老的文明都在他们的传说里藏着一个类似的剧本。古印度的经典里有一个关于时代循环的说法，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黑暗堕落的末法时代，而这个时代的尽头将会迎来一次彻底的净化与重生。中美洲的古老历法也曾经让全世界为一个被误读的日期紧张了好一阵子，但他真正想说的或许从来都不是世界的毁灭，而是一个漫长周期的结束与一个全新周期的开启。你看，从东方到西方，从远古到现代，人类似乎一遍又一遍地在用着不同的语言讲述着同一个关于蜕变的故事。而2026年的这场6月风暴，在这些预言者的口中，不过就是这个古老的故事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最新的一次回响罢了。那么，把这一切全部串起来，我们到底该怎么理解这一场所谓的6月风暴？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别把它单纯的当成一个世界末日的剧本，因为这3位预言者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说地球要毁灭了，他们说的是一个旧世界的结束和一个新世界的开始，而这2件事是同时发生的，一边在崩塌，一边在浮现，就像一棵老树的叶子在秋天纷纷掉落。那从来都不是因为这棵树要死了，而是因为它正在为下一个春天的新芽腾出空间。落叶是凋零，但落叶的底下新的生命早已在悄悄酝酿。帕克看见的金融崩塌与政治动荡是旧秩序在松动，莫拉看见的瘟疫、洪水与海底苏醒的巨兽是旧世界在承压，帕米拉看见的大转变与天空之光是新世界在招手，而那一条被反复提起的旧地球与黄金时代的分界线，它讲的其实不是地理，不是国籍，甚至也不是财富的多寡，它讲的是你内在的那一个选择。当风暴真正来临的时候，你是被恐惧一口气淹没，跟着旧世界的惯性继续在债务、谎言与分离里无止境地打转，还是你能够在摇晃里稳稳地站住脚跟，选择用爱、用觉察、用一份内在的平静去回应这一切。这才是那3位来自不同国度的预言者绕了那么大一圈真正想要我们听见的那一句话。也许你会问，那我怎么知道我自己是不是已经在转变了？支持这套说法的人会告诉你，去留意你身体与生活里的那些变化，那种说不上来的疲惫，那种莫名的情绪起伏，那种对某些旧有的人事物突然不再有兴趣的感觉，那种一次又一次想要把生命里不再适合自己的东西放下的冲动。在他们的解读里，这些都不是你出了什么问题，而是你正在被重新校准的讯号，是你内在的频率正在悄悄调整的证据。他们还说，去留意你身边那些越来越频繁出现的奇妙的巧合，那种你才刚想起一个人，他的讯息下一秒就跳出来的时刻，那种你心里正烦恼着一件事，答案却在某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悄悄出现的时刻。在这套说法里，这些被称为共识性的小事，正是那一层分隔着不同维度的帷幕越来越薄的征兆。你会开始觉得自己的念头和外在的世界连结得越来越紧密，你想要的东西来得越来越快，而你不再适合的东西离开的也越来越干脆。当然，这些感受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读，你可以把它当成宇宙传来的讯息，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人
在动荡的时代里重新校准自己人生方向的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重要的从来都不是这个标签本身，而是这一份愿意向内看的觉察。当然，讲到这里，我也想很诚实的跟你说几句比较冷静的话。这一整套关于时间线分裂、关于维度提升的说法，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办法被科学所验证的。它建立在通灵，建立在个人的意向，建立在一种主观的灵性的体验之上。而且历史上关于世界即将迎来巨变的预言从来就没有断过。几乎每一个世代都曾经深信自己正活在一个最特殊、最关键的转折点上，而那些被预言为大限的日子，绝大多数最后都平静地过去了。所以对于任何一个把确切的时间、确切的灾难都说得斩钉截铁的说法，我们永远都要在心里为自己保留一份清醒，一份怀疑。这份怀疑不是冷漠，而是一种保护自己不被恐惧绑架的智慧。可是换一个角度看，这套叙事之所以能在今天引起这么大的共鸣，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理解的文化现象。为什么是现在？我想这和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脱不了关系。我们活在一个资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球流动的时代，一个泰国灵媒的意象可以在短短几个小时内传遍整个华语世界，一个英国预言者的影片可以同时被几十万人反复的观看。在过去，这些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说法彼此之间是隔绝的，是各说各话的。而现在，网络像一张巨大的网，把它们全部串联了起来。于是，那些原本毫不相干的巧合被人们一个一个的挑出来，放在一起，最终编织成了一个无比庞大的共同的故事。也许这场所谓的觉醒，最真实的那一个层面，并不在遥远的天上，而就在这里，是在我们每一个人透过一块小小的荧幕，第一次清清楚楚地意识到，原来在这个星球的另一端，有那么多人和我一样，怀抱着同样的对未来的不安与对改变的渴望。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那些预言最后会不会应验，这一份跨越了国界、跨越了语言的共同的关注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连结了。所以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那一个问题，世界级的秘密正在曝光，你将被分配到旧地球还是黄金时代？如果这套说法是真的，那么答案从来都不在天上，不在某一张神秘的名单上，也不在任何一个自称权威的人手里，它就在你每一天面对坏消息时心里升起的那一个念头里，它在你选择恐惧还是选择平静的那一个瞬间里，它在你决定要把一件事看成是世界末日，还是看成是一次蜕变的那一个视角里。我们无法控制风暴会不会来，金融的数据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地缘的火药味弥漫在空气里，三个国家的预言者也都把手指指向了同一个方向。我们唯一能控制的是，当风暴真的来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样的一颗心去站在它的中央。也许这场2026年的6月风暴，到头来从来都不是一场关于毁灭的考试，它更像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它把每一个人的内在照得清清楚楚，照出你是谁，照出你选择相信什么，照出在一切都动摇的时候，你最终会把自己交给恐惧，还是交给光。而那一个选择从来都只属于你一个人。无论你信不信这些预言，有一件事或许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放在心上的。在一个越来越动荡、越来越多坏消息的时代里，能够守住自己内心的那一份平静与清醒，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是一种了不起的力量。它不需要任何预言来证明，它在任何一条时间线上都成立。风暴总会过去的，而你选择成为的那一个人会留下来。在这个故事的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站在了那一道传说中的分岔路口前面，
一边是熟悉的，虽然充满了痛苦，却无比真实的旧世界，另一边是陌生的，被许诺着光明，却需要你彻底放下恐惧的新世界。你会迈出哪一步？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并不需要等到任何一场风暴真正来临才去寻找，因为我们每一天在面对生活里那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选择时，其实都已经在悄悄地回答着它了。一年过去了，今天我们不聊玄学，不谈感觉，我们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对账，把帕克在那一天亲口说出来的每一句话全部摊开，放在这一整年真实发生过的事件面前，一条一条地仔仔细细地核对，哪些说中了，哪些落空了。而最让人脊背发凉的是，当我们把答案一个个排出来，会发现一个非常诡异的规律，他几乎什么都说中了，唯独有一件事，他错得离谱，错得彻底，错得仿佛在开一个天大的玩笑。可偏偏就是这一条最大的错误，让全人类都应该对着荧幕深深地松一口气，甚至默默地对他说一声谢谢你说错了。为什么一位先知最大的失误反而会是我们最大的幸运？这件他错得最离谱的事到底是什么？别急，我们从头慢慢说。不过在对账之前，先让我们停下来问自己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在这个科学昌明、卫星满天，连深海和外太空都被人类绘成地图的时代，我们还是会一次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一个坐在书架前对着镜头缓缓说话的男人？答案也许就藏在这一年本身里面，因为这一年的世界实在太疯狂了，疯狂到当一个地产大亨在记者会上说要买下一整座格陵兰岛的时候，没有人敢笑了，疯狂到现实本身已经比任何虚构的剧本都更加离奇。当现实一次又一次的超越想象，当昨天还是天方夜谭的事情，今天就成了白纸黑字的新闻，人们的心里就会涌起一种深深的无处安放的不安。而正是这种不安，让一个能够把混乱的世界讲成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的人变得无比迷人。帕克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他真的能看见未来，而是因为他敢在一片迷雾之中替我们把那条看不见的线画出来。说到底，人类害怕的从来都不是坏消息本身，而是未知。一场确定会来的风暴再可怕，至少我们还能准备。真正让人夜不能寐的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悬在半空中的不确定，而预言恰恰就是在替我们把那团悬在半空中的恐惧变成一个有形状、有名字，甚至有日期的东西。哪怕那个东西是灾难，人们也宁愿抓住它，因为抓住了一个具体的灾难，总好过抱着一团什么都看不清的黑暗。所以你会发现，每一个动荡的年代都会有先知。古罗马有，中国的乱世有，而我们这个卫星满天、资讯爆炸，却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焦虑的时代，自然也有。帕克就是我们这个时代集体焦虑的一面镜子。至于那条线到底准不准，这才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好，现在我们开始对账。先说那条最快应验的预言，星链遭到了制裁。把时间倒回去，早在2024年的年底，当帕克坐下来谈论2025年的时候，马斯克正处在他人生的最高光时刻。他刚刚砸下超过2亿5千万美元，把那位地产大亨重新送回了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作为回报，他被任命去领导一个全新的部门，那个专门挥刀砍政府开支的效率部。那个时候，这两个人好得像是穿同一条裤子长大的。白宫的草坪上甚至直接摆起了特斯拉的展示车，连白宫园区的网路都换上了马斯克的星链。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段坚不可摧、固若金汤的权力联盟。可帕克偏偏在那个时候说了一句没有人愿意相信的话。他说，他看到这两个人之间会裂开一道缝。他说，这段蜜月撑不了多久，这份兄弟情迟早要翻船。当时听到这句话的人，大概心里都在发笑，翻什么船呢？人家两个人刚刚联手拿下了整个白宫，正是如胶似漆的时候，怎么可能翻脸？然后2025年的6月就到了，
事情就这么炸开了。马斯克离开了效率部，转过头来就开始猛烈炮轰那位大亨力推的那部庞大无比的预算法案。他在自己的社群平台上公开把那部法案骂成一个令人作呕的怪物。大亨那边也绝不是省油的灯，立刻在自己的平台上反击，说马斯克是因为被砍掉了电动车的补贴才气到发了疯。两个人你来我往，越骂越凶，火气越烧越旺，甚至连那位大亨被牵扯进某桩陈年丑闻档案的话都被马斯克一股脑地甩了出来。接着那位大亨打出了最狠最致命的一张牌，他公开放话说想要替政府省钱，省下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开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马斯克那些公司从政府这里拿到的补贴和合约全部终止掉。请注意这3个字，全部终止。这里面到底包括了什么？包括了那家估值已经高到吓人的太空公司，每年从联邦政府手里拿到的天文数字订单。马斯克自己曾经难得地透露过一个数字，他那家太空公司光是2025年预计营收就高达155亿美元，其中光是太空总署的合约就占了11亿美元，而这里面还没算上那些更庞大、更机密的国防订单。一份报告早就算过，马斯克的整个商业帝国这些年从政府那里拿到的资金加起来高达380亿美元，后面还有一张接近到手、价值24亿美元的航空管理局大单在排队。如今这位大亨一句话说要全砍，这就是帕克口中那道裂缝，真真切切、赤裸裸地裂开在了全世界面前。星链这个曾经被白宫捧在手心里的宠儿，一夜之间变成了被威胁要拿掉一切政府合约的对象。这还不叫制裁？什么才叫制裁？马斯克当场也急了，他立刻回呛说，既然你要砍我的合约，那好，我这就开始把载人的龙飞船给退役掉。要知道，那艘飞船在当时是整个美国唯一一艘能把自家太空人送上太空站再安全接回来的工具。他一旦退役，美国人想上太空就又得回去低声下气的求俄罗斯卖船票。你看这场仗打到最后，伤到的根本不只是2个大人物的面子，而是整整一个超级大国的太空命脉。而这背后藏着一个更让人不安的真相，地球上超过80%被送上太空的东西都是搭着马斯克的火箭上去的。乌克兰在前线打仗靠的是星链维持通讯，美军在全球的秘密行动也离不开星链。一个国家最核心的命脉竟然攥在一个情绪说变就变的私人企业家手里。当这道裂缝裂开的那一刻，全世界才惊觉，原来这根本不是2个富豪在闹脾气，这是一个现代文明最脆弱的命门被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后来虽然马斯克很快就删掉了那条要退役飞船的贴文，那位大亨也在几天后的记者会上松了口，说星链这个东西大概还是得留着用，可那道已经裂开的缝是再也回不去了。帕克在所有人都觉得这2个人亲密无间、牢不可破的时候，就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这道缝。这一条他对了，而且对得干净，对得利落，对得让人说不出话来。你不妨换个角度感受一下这件事的诡异。一个人在2024年的冬天对着镜头说出一段听起来毫无根据甚至有点荒谬的话，然后时间像一个沉默的剧组，花了大半年一砖一瓦地把他口中那个荒谬的场景搭成了真实的舞台。当马斯克在6月的那个夜晚敲下那条要让飞船退役的贴文时，他大概不会想到这一幕的剧本梗概早在半年多以前就已经被一个远在英国的男人轻描淡写地说过了。这就是帕克最让人着迷也最让人不安的地方，他不像是在猜测，他更像是在朗读一份我们其他人都还没有拿到的未来的草稿。如果说星链那一条还只是2个顶级富豪之间的恩恩怨怨，那么接下来这一条可就烧到了一整片大陆。欧洲暴动。帕克在讲2025年的欧洲时，用了一个非常奇怪、非常诡异的画面。他说他在静下心来往前去看的时候，看到的不是熊熊的火光，而是整个欧洲睡着了。他当时自己都愣住了，心里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全欧洲的人都被下了安眠药不成？后来他解释说，这应该是一个象征，象征着欧洲在某些迫在眉睫的问题上已经彻底的沉睡了过去，
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最终把欧洲从这场沉睡中狠狠唤醒的是火。2025年的整个夏天，英国炸了。在伦敦近郊一个叫爱平的小地方，一间叫贝尔的旅馆外面，聚集起了一波又一波愤怒的抗议人群。这场怒火的导火线是一名住在旅馆里的寻求庇护者，被指控对一个年仅14岁的女孩做出了不轨的举动。愤怒像野火一样瞬间蔓延开来，从这一间小小的旅馆一路烧向了全英国。一个又一个安置着庇护申请者的旅馆外面都站满了怒不可遏的民众，种族之间的仇恨也跟着被点燃。各地接连传出针对少数族裔的攻击事件。到了9月，事情被推向了最高潮。在伦敦市中心，一场号称要团结整个王国的大游行，硬生生地聚集起了11万到15万人。人们挥舞着英国和英格兰的旗帜，黑压压地站满了整条街道。而最魔幻、最戏剧性的一幕是什么？是马斯克。没错，就是刚刚和那位大亨翻了脸的这个马斯克，竟然透过视讯连线，对着伦敦街头这一片愤怒的人海发表了演说。台上喊着要夺回国家的是被视为极右翼的人物，他们宣扬着一套关于人口被悄悄替换的阴谋论。就在那一天，现场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抗议者朝着警察挥拳、砸瓶子、丢烟火，最后有26名警察因此受伤。而英国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海峡对岸的法国同样燃烧了起来。9月，法国因为政府的准结政策和退休金改革，掀起了滔天的抗议浪潮。单单1个月之内，法国境内的示威事件就一口气冲破了1000起，警方动用了催泪瓦斯，一次就拘留了540名示威者。这是自从农民抗议以来，法国街头规模最大的一次爆发。整个政府在风雨飘摇中换了又换，总理像走马灯一样轮替，却怎么也按不住街头那股怒气。再往北走，荷兰的海牙，9月20日那个周六，一场反移民的示威彻底失控，蒙着面的抗议者朝警察扔石头、砸瓶子，甚至直接把一辆警车给点着了火。警方则用催泪瓦斯和强力水炮来还击，连执政党的办公室都被愤怒的人群砸烂了窗户。而这场骚乱的背后，是荷兰的执政联盟刚刚因为移民政策的争执而垮台。而这些都还只是冰山的一角。就在同一个月，从德国、从意大利、从希腊、从波兰、从丹麦一直到瑞典，反移民的示威此起彼落，遍地开花。整片欧洲大陆都在因为移民这个问题而剧烈的骚动、撕裂、燃烧。德国那个曾经被自己国家情报机构盯上的右翼政党，民调支持度却一路逆势飙升，甚至超过了现任总理所属的政党。一股席卷全欧洲的向右转的浪潮正在彻底改写这片大陆的政治版图。那么帕克当初到底说了什么？他早就一字一句地说过，法国和德国会被社会的动荡狠狠撕裂。他说过，伦敦会因为移民问题爆发大规模的抗议，甚至流向暴力。他说过，右翼民族主义会像一波接一波的浪潮席卷整个欧洲，各国的庇护法律会越收越紧。他还说过，欧盟那个看似牢不可破的统一框架会一点一点地从内部裂解开来，各个国家会开始想要拿回自己的主导权。现在我们再回过头去看他那个欧洲睡着了的画面，那哪里是睡着了？那分明是暴风雨来临前最后的死一般的寂静。所谓的沉睡，是这片大陆假装看不见那些早已堆积如山的矛盾，是执政者一次又一次地把问题往后拖、往下压，直到压不住的那一天，火山轰然喷发。而帕克对欧洲的判断还不只是街头的暴动，他早就说过，欧洲会被一场能源和燃料的危机所困扰，会被经济的寒风吹得发抖。德国那引以为傲的汽车工业会陷入麻烦。他甚至特别点出，英国的处境会和欧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回头看这一年，欧洲的经济确实是步履蹒跚，法国的政府更是乱成了一锅粥，总理像走马灯一样换了一个又一个，谁都坐不稳那把椅子。这片大陆的政治地基正在一寸一寸的松动，把这些全部加起来，帕克描绘的那个被撕裂、被动荡、向右转的欧洲，
几乎就是我们这一年亲眼所见的欧洲。这一条他又对了。好，如果说前面这2条已经够准了，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条才真正配得上硬核这2个字。因为帕克说出这条预言的时间点实在是太巧了，巧到让人完全不敢相信。还记得我们开头一直在强调的那个日子吗？6月11日，而中东的整片天空是在6月13日被点燃的。也就是说，帕克在中东正式开战的整整2天之前，就把这件事情的轮廓清清楚楚地讲了出来。关于伊朗，帕克反反复复地强调过一个非常具体的细节。他说，他感觉不到地面上会出现大规模的军队，这不会是那种坦克轰隆隆开进去的地面战。他说，会是空袭，是快速的、精准的打击，像闪电一样速战速决。然后2025年6月13日，以色列发动了代号叫做升起雄狮的军事行动，没有地面部队，全部是空中力量。在短短的12天里，以色列的战机飞遍了伊朗的天空，摧毁防空系统，炸毁核子设施，连伊朗的高阶将领和核子科学家都被一个一个精准地清除。据说这背后是潜伏在伊朗境内的特工，操控着一架架小巧的无人机，在开战的第1个小时就从内部瘫痪了对方的防空网。伊朗也不甘示弱，以超过550枚的弹道导弹加上上千架的自杀无人机进行反击，双方打得天昏地暗，以色列的城市也接连被导弹击中。到了6月22日，轮到美国亲自下场，美军出动了 B-2 隐形轰炸机，一口气投下了14枚专门用来钻地的巨型炸弹，狠狠地砸向那座藏在深山底下，据说足足有80到90公尺深的福尔多核子工厂，同时还有从前舰里发射出来的战斧巡弋导弹。然而整场代号叫午夜铁锤的行动依然没有一兵一卒真正踏上伊朗的土地，全部是空袭，全部是快速打击。隔天，伊朗象征性地朝着美国在卡达的一座空军基地发射了导弹，事先还特意打了招呼，没有造成任何伤亡。紧接着，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了那条全球1/5石油都要经过的荷默兹海峡，所有人都在屏息，等着看油价会不会瞬间引爆整个世界经济。6月24日，那位大亨在自己的社群平台上宣布停火了，他还顺手给这场战争起了个名字，叫做12天战争。这场仗，伊朗死了超过600人，以色列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你看，没有地面部队，只有空袭，闪电一般速战速决。帕克讲出来的这几个字，和真实发生的这一切严丝合缝，分毫不差。更可怕的还在后面。帕克还说过，这场围绕着伊朗的冲突后面还会再来一波非常精准的后续打击。他甚至把那个时间感觉到了2026年的春天。他也提过这把火会延烧到也门。他还说，他感觉这一切到最后会通向一个全新的伊朗，一个女性能够重新拥有自由和权利的伊朗。结果呢，2026年的2月底，战火果然又一次烧了起来。美国和以色列再度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而这一次，连伊朗的最高领袖都在攻击之中丧生。伊朗则把飞弹射向了波斯湾周边一个又一个国家的美军基地，整个地区都被拖进了战火。而那条全世界都在担心的荷默兹海峡，真的一度陷入严重的航运中断，连亚洲的一些地方都开始出现了燃油短缺，全球经济跟着绷紧了神经。紧接着，伊朗境内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浪潮，民众积压已久的对那个政权的不满彻底的沸腾了起来，一个旧的秩序正在崩塌。而帕克口中那个让女性重新拥有自由的新伊朗，那个曾经听起来无比遥远的愿景，在这片崩塌的废墟之上，似乎也第一次透出了一丝微光。把这些全部拼在一起看，你还会觉得这只是瞎猜吗？开战前2天的预警，没有地面战，只有空袭的精准描述。2026年春天那一波后续打击的时间点，甚至连政权会被动摇的那个方向都被他点到了。这一条他不只是说对了，他简直就像是提前偷看过了整部剧本，这才叫做硬核。而帕克的雷达扫到的还远不只是这些。早在2024年的年底，当大多数人对人工智慧的想象还停留在会打字聊天的阶段时，
他就抛出了一个听起来像科幻电影的预言。他说，他看到马斯克会拿下一纸重大的军事合约，内容是一种小到像蜜蜂一样的无人机，密密麻麻成千上万，可以在整座城市的上空张开一张看不见的防御之网。他还说，人工智慧会突飞猛进，会出现能够自我复制的系统，量子运算也会迎来重大突破，而这一切的代价是科技业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大裁员。当时听起来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可是2025年的战场狠狠地给了所有怀疑的人一个耳光。还记得以色列是怎么在开战的第1个小时就从内部瘫痪掉伊朗的防空网的吗？靠的正是一架架小巧的可以精准猎杀的无人机。而在乌克兰的战壕里，那种第一人称视角的自杀无人机更是早已成了决定生死的主角。蜂群一般的无人机真的成了现代战争里最令人胆寒的幽灵。与此同时，人工智慧的浪潮席卷全球，一波又一波的科技裁员也确确实实地发生了。帕克对那纸蜜蜂无人机合约的具体描述到今天还没有完全坐实，所以这一条我们只能算它半中。但是那个大方向，那个关于无人机蜂群将要彻底改写战争，关于人工智慧将要颠覆无数人饭碗的判断，他看对了。再把目光往东移一点，关于那场已经打了好几年的俄乌战争，帕克的判断是不会有什么轰轰烈烈、皆大欢喜的和平降临。他说，最多就是一个脆弱的、勉强的安排。乌克兰很可能得割让出一条狭长的土地，而冲突的根并不会被真正拔除，未来还埋着再一次爆发的种子。1年多下来，这场战争果然还在反反复复的拉锯，所谓的和平始终像沙堡一样，浪一打就碎。说到这里，你心里可能已经在嘀咕了，这位帕克是不是真的神了？怎么好像什么都能说中？别急，我们今天要做的是冷静的对账，不是无脑的吹捧。所以接下来我们必须非常诚实的把硬币的另一面也翻过来给你看。因为帕克并不是每一条都中，他也有不少模棱两可甚至直接翻车的记录。比方说，他一直坚持那位大亨会安然度过各种刺杀的威胁，会稳稳当当的做完第2个任期。他甚至放话说未来可能会出现连任第3个任期的剧本。虽然他自己也承认那得先把美国的法律给改了才行。这一条前半段算他说中了，至于后半段，到今天为止都还只是一个飘在半空中的猜测。再比方说格陵兰，当那位大亨抛出要买下格陵兰这个念头的时候，全世界都把它当成一个笑话来看。帕克却说，这件事情的本质根本就不是领土，而是那片冰天雪地底下的石油，是稀土金属，是一笔极其巨大的生意。他说，这背后会有非常大笔的金钱交易。这个方向到今天还在慢慢的发酵，算不上完全应验，但也还没有被狠狠的打脸。可是有些预言就真的彻底的错了。他曾经信誓旦旦地说过，2025年会迎来一场关于幽浮、关于那座神秘军事基地的全面大揭秘，说那位大亨会把所有的秘密都摊到桌面上，让全人类得到完整的真相。结果呢，整整1年过去了，所谓的全面揭秘根本没有发生。还有更早之前，他甚至预测过一对非常知名的王室夫妻会在2025年离婚，结果人家好端端的这一条也彻底落了空。事实上，如果我们把时间轴拉得更长一点，帕克的记录从来就是有对也有错的。当年他号称说中了英国脱欧，说中了那位大亨在2016年的当选，可后来也有不少人翻出旧账质疑他这些说法。有人指出，他最初其实压的是另一位候选人，他对脱欧真正发生的时间也整整提早了好几年。更别说他在2020年那一场大选里曾经斩钉截铁地说错了结果。他并不是一台永远正确的预言机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这里其实藏着一个关于预言的小秘密，一句话说得越模糊，它就越容易在事后被解释成说中了。社会动荡、经济危机、天灾人祸，这些词几乎在任何一年都能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找到对应。所以真正值得我们留意的，从来不是那些放诸四海皆准的空话，
而是像帕克讲伊朗那样，具体到没有地面战只有空袭，具体到开战前2天，具体到春天还会有后续这种赌上信誉的硬核细节。我把这些不光彩的记录连同这个小秘密全部摊开来讲，并不是要拆他的台，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会错，正因为预言这门生意本身就充满了模糊地带，才让他那些真正具体说中的部分更值得我们认真的停下来想一想。一个会犯错、会看走眼的人，却依然能把星链、能把欧洲、能把伊朗这几件天大的事情的轮廓提前画出来，这到底是纯粹的运气，还是说这里面真的藏着一些我们至今还无法理解的东西？所以让我们先把这张对账单做一个小小的结算。星链那道裂缝，他在所有人都不信的时候看对了欧洲的暴动与右倾，他连那个沉睡的象征都看对了。伊朗的空袭没有地面战，速战速决，甚至连2026年春天的后续，他都在开战前2天看对了。无人机改写战争，人工智慧颠覆饭碗，他看对了个大方向。俄乌没有真和平，他也看对了。至于幽浮揭秘、王室离婚这些，他确实栽了跟头。把这些通通加起来，你会得到一张准到让人心里发毛的成绩单。一个会犯错的凡人，却把这个疯狂世界的大半个轮廓提前画了出来。正因为这张成绩单准成这样，接下来那一条最大的错误才显得那么地刺眼，那么地值得我们用尽全身的力气去感谢。而现在，我们终于要走到那一条最关键、最沉重的预言面前了，那条他错得最离谱的预言，那条我们全人类都应该由衷庆幸他说错了的预言。先深呼吸一口气，因为接下来要说的这件事和此刻坐在荧幕前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血肉相连。到目前为止，我们聊的所有预言，无论是星链、是欧洲还是伊朗，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发生在别处。它们是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是我们刷手机时划过的标题，是别人的故事。我们可以一边赞叹帕克说的真准，一边心安理得地继续过我们自己平静的日子。可是接下来这一条不一样，这一条帕克把他那根手指直直地指向了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从这一刻起，他不再是在说别人的故事，他说的是我们。帕克有一个预言，他不是讲了1年2年，而是反反复复、断断续续讲了好几年。从很早以前，他就一直把这件事挂在嘴边，年复一年地提起。而这个预言的核心不在华盛顿，不在中东，也不在欧洲，它在台湾。而要真正听懂这一条预言，我们得先知道帕克对中国一直藏着一个更大的判断。他长期以来都反复说过，中国会陷入严重的经济动荡和社会不安，那个庞大的体制会走向一场缓慢的由内而外的衰退。在他的眼中，这头巨兽的身体内部早已悄悄地布满了一道又一道的裂痕，而台湾就是他眼中那个能让所有的裂痕在短短一瞬间彻底崩裂开来的最致命的引爆点。他说他看到了一场碰撞，可能是2架飞机，也可能是2艘潜舰，就在台湾的附近海域发生一次意外的致命的碰撞。他特别强调，这会是一场意外引爆的冲突，不是哪一方精心策划好的开战，而是一次谁也没有料到的擦枪走火。早在好几年前，当很多人还觉得台海打仗是一件遥远的不真实的事情时，他就已经把这个画面一遍又一遍地描述过。他甚至说过，这会是接下来这几年里全世界最严重的一件大事。年复一年，他始终没有把这个画面从他的预言里拿掉。然后呢？然后这一点小小的火星会点燃一场吞噬一切的滔天大火。他说，这场冲突会把中国和俄罗斯一起卷进来，会演变成一场规模大到让俄乌战争都显得微不足道的战争。他用了一个非常重的词，他说，俄乌战争和这一场比起来会黯然失色。他甚至说，这会是接下来这些年里全世界最严重的一件事。他甚至还描绘了这场大战的结局。他说，这场战争到最后会让中国这个庞大的国家整个碎裂开来，
分裂成好几个不同的国家，再也不是过去那一个完整统一的中国。你听听看，这是一幅什么样的场景？台湾海峡的上空，两架飞机迎面相撞，或者在深不见底的海面下，两艘前舰轰然相撞。紧接着，整个东亚陷入全面战争，中国和俄罗斯联手，一场比乌克兰还要惨烈100倍、1000倍的世界级大战，就在我们的家门口，在我们每天生活的这片土地上轰然爆发。想象一下，这片我们此刻坐着喝茶的土地，变成炮火连天的最前线。想象一下，超级大国的航空母舰在我们熟悉的那片海上对峙。想象一下，那不是新闻里遥远的别人的战争，而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邻居要亲身去面对的每一个漫长的恐惧的夜晚。现在请你抬起头来，看一看你窗外的天空。2026年的此时此刻，这一切发生了吗？没有。台湾海峡的上空没有发生那一场致命的碰撞，东亚的天空没有被导弹撕裂成碎片，中国和俄罗斯没有联手掀起那一场吞没一切的大战。我们依然好好的、平静的活在这里。你依然可以为自己泡上一杯热茶，安安稳稳地坐下来，把这一支影片从容地看完。窗外也许正有车流经过，也许正有孩子在嬉闹，一切都那么地理所当然的平凡。这就是帕克错的最离谱的一条预言，在他那一张几乎全中的成绩单上，这是最刺眼、最巨大的一个叉。可是朋友，你有没有静下来想过一件事？在这一整张对账单上面，星链中了，那是2个顶级富豪之间的恩怨；欧洲中了，那是别人家门口的暴动；伊朗中了，那是遥远中东的战火。当这些预言一条一条应验的时候，我们始终是旁观者，是看客。我们隔着一块冰冷的荧幕，喝着茶，看着别人的世界天翻地覆。我们会感叹，会唏嘘，但那份痛终究隔着一层。唯独这条他说错了的预言，如果他真的应验了，我们就再也不是看客了。我们会是那场碰撞底下的人，是那场大战之中的人，是那一片被撕裂的天空底下瑟瑟发抖、无处可逃的人。所有那些在新闻里让我们唏嘘的画面，会变成我们自己的日常。所以你说，这条的错到底是坏事还是好事？这是这一整张成绩单上最美丽的一个错误。这是全人类，尤其是我们这些生活在这座岛屿上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对着天空深深的感谢的一个不准。我们太容易把平静的日子当成是天经地义的了。我们抱怨塞车，抱怨天气，抱怨工作，抱怨生活里那些鸡毛蒜皮的不如意。可是我们很少停下来想一想，这些之所以还能成为我们抱怨的内容，本身就是一种多大的幸运。因为在帕克描绘的那个版本的2025年、2026年里，这座岛上的人可能根本没有资格去抱怨塞车，因为马路上跑的是坦克；可能没有资格去抱怨天气，因为天空中飞的是导弹。我们今天能够为这些琐碎的小事烦恼，恰恰证明了那场最大的浩劫没有降临。帕克说，他看到了那一场碰撞，可那一场碰撞至今都没有来。谢谢他，没有来。但是故事到了这里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一个更深、更让人不安的问题浮了上来。为什么？为什么一个能把星链、能把欧洲、能把伊朗都看得那么准、那么透的人，偏偏在台湾这一件事情上错得这么彻底、这么离谱？是他在这一件事上特别地不灵光吗？还是说这里面藏着一个我们其实不太敢去深想的可能？这个问题其实触碰到了一个古老到不能再古老的争论：未来到底是早就被写好的，还是可以被改变的？如果未来像一部已经拍好的电影，那么先知看到了就一定会发生，没有任何悬念。可如果真是这样，那帕克为什么会把星链、欧洲、伊朗都看对了，唯独在台湾这里看到了一个没有上演的结局？这就奇怪了。一台坏掉的时钟不会只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走不准。如果它真的拥有某种看穿未来的能力，那这种能力没道理偏偏在最关键、
最致命的那一条上彻底失灵。于是就剩下另一种更耐人寻味的可能了。或许他看到的那些画面本来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是某一条时间线上真实存在的未来。星链那条，欧洲那条，伊朗那条，那几条岔路，我们这个世界最后真的一脚踩了上去。而台湾那条通往毁灭的岔路就在我们面前，我们却在某个关键的路口硬生生地把方向盘打向了另一边。帕克自己其实也给过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解释，他常常说，预言这种东西并不是一份早就写死的命运清单，不是啪啪啪一条一条列好，时间一到就必然会发生。他说，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大事都不是突然之间爆发的，它们是慢慢的酝酿，慢慢的累积，像水一样一点一点的往上渗。就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来就不是某一颗子弹造成的，而是无数的因素积累了很久很久，到最后才总爆发。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一条预言没有应验，可能就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意思。第一种是它根本就是错的，是先知彻底看走了眼。但是还有第二种，更微妙也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意思，那就是它还在酝酿，是那一壶水还没有烧开，又或者是有什么力量在最后的关头把火给硬生生地按了下去。而帕克本人是相信第二种的，他和他的妻子这些年一直在世界各地推广一种非常古老的火祭仪式，他们深深相信集体的意念，众人共同的祈愿是真的可以影响这个世界的走向的。他相信，当足够多的人把自己的心念投向和平，那些最黑暗的预言是有可能被改写、被推迟，甚至被彻底化解掉的。在他的世界观里，未来从来就不是一条笔直的、无法更改的铁轨，而是一片充满了岔路的旷野。而我们每一个人手里的每一个选择，都在悄悄地决定着最后会走向哪一条路。我们不需要照单全收他的这一整套说法，一个理性的人大可以把这一切都看成巧合，看成事后的牵强附会。但即便如此，在这里面确确实实藏着一个让人安心，同时也让人警醒的东西。让人安心的是，台湾这场大战没有发生，也许并不代表这份危险从来就不存在，而是代表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有这整个世界做对了一些什么。那一道擦枪走火的火星被一次又一次的小心翼翼地按了下去，每一次的克制，每一次的对话，每一次在悬崖边上的悬崖勒马，都让那个可怕的画面又往后退了一步。让人警醒的是，如果这真的只是一壶还没有烧开的水，那么它就还没有凉透。先知的这一条错误，与其说是一个句点，不如说它更像是一个逗号。它在轻轻地提醒我们，那一幅可怕的画面之所以还没有成真，并不是因为它绝无可能，而是因为它还没有被允许成真。而能不能继续的不让它成真，这一支笔在某种程度上就握在我们所有人的手里。和平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它是无数人在无数个我们看不见的关头小心翼翼维护下来的一个还在继续的奇迹。所以你看，这一趟对仗走下来，我们最后得到的根本就不只是一张先知的成绩单而已。我们真正看到的是星链的那道裂缝真的裂开了，它让我们看见了现代文明有多么脆弱。欧洲的那把火真的烧起来了，它让我们看见了一个假装沉睡的大陆最终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伊朗的那片天空真的被空袭点亮了，它让我们看见了旧的秩序正在以多么剧烈的方式崩塌与重组。这些全都应验了，他们在反复地提醒着我们，这个世界是多么地动荡，多么地脆弱，多么地不可预测。可是在所有这些应验之中，唯独那一场最可怕的发生在我们自己家门口的大战没有来。帕克错了，而我们何其有幸正活在他的这一个错误里。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件多么奇妙又多么讽刺的事情？我们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去惊叹一位先知有多么准，可是到了最后，真正值得我们去珍惜的，去用力守护的，竟然是他最不准的那一条。一个末日先知最大的价值，也许从来都不是他说中的那些灾难，而是他说错的那一场浩劫提醒了我们，
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东西是可以靠我们自己的双手把它挡在门外的。我们无法阻止2个富豪翻脸，无法阻止别人家门口的火，无法阻止遥远中东的导弹，但是那一场会落在我们自己头上的碰撞，到今天还没有发生。这份没有发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这个世界在无数个我们看不见的夜晚，一次又一次选择了忍耐，选择了对话，选择了不去点燃那根火柴的结果。所以，当我们今天合上这张对账单，心里真正应该装着的，不该只是对一位先知的好奇与惊叹，而更该是一份沉甸甸的对和平的珍惜。因为我们现在终于明白了，我们脚下这份看似理所当然的平静，其实一点都不理所当然。它薄得像一层纸，却又被无数双看不见的手小心翼翼地托举到了今天。下一次，当我们再听到任何一个关于这座岛屿的可怕预言时，但愿我们都能想起今天这一张对账单，但愿我们记得，预言不是命运，恐惧也不是宿命。但愿下一次我们再坐下来对账的时候，那一条最可怕的预言依然高高的挂着一个大大的红色的叉。但愿它永远永远都不准。